你有没有一种很会看人的超能力？老实说，我们都很厉害，在捷运上看一眼就知道谁一定很难相处，滑社群滑3秒就能判断这个人肯定很假，开会听一句话心里立刻下结论，不专业。更神奇的是，我们通常觉得我不是在论断，我只是很准。就在这种气氛里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一开口，直接丢下一颗震撼弹：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等等，耶稣，那如果对方真的很雷呢？先澄清一件事，耶稣不是说是非不分，黑白不管，他说的是一种我们每天都在用，却很少意识到的模式。我用什么标准看人，那个标准最后也会回到我身上。耶稣说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不是诅咒，而是人际世界的运作原理。你若用放大镜看别人，你也会活在被放大检视的恐惧里。接着耶稣讲了一个画面感超强的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人跑去跟弟兄说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把眼里的刺拿掉。但问题是他自己眼里卡着一根梁木，你能想象那画面吗？一个头上插着整根木头的人，一脸真诚地说，我只是想帮你。所以耶稣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，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意思不是你很坏，而是你没看见自己也在同一个问题里。耶稣没有停在责备，他给了一条出路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顺序很重要，不是永远不要说真话，而是先让真理对付我。当一个人愿意先被神调整，你会发现你看人的眼光开始变得柔软又真实。耶稣突然话锋一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不是换主题，这是关键。因为我们常常不是不想改，而是不知道怎么改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可以来找天父，不是靠自我修养，而是靠被爱、被供应。最后耶稣给出一条超实用也超困难的原则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注意，耶稣没有说等别人先这样对你，他说的是你先成为那样的人。因为天国的生命不是反映世界，而是影响世界。你用什么眼光看人，正在塑造你成为谁。耶稣这段话不是要你变得小心翼翼，而是邀请你活得自由，少一点论断，不是世界变糟，而是你心里多了空间，让恩典进来。也许当你放下量器的那一刻，你才真正尝到天国的自由。